这边有危险。 你来干什么？别捣乱，下去！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，确实是他先发现的。里边有证据，快！好，拿证据。后干！别动！别开！都别动！靠上！双方都别动！准备好！下面，别管手起来点。好。哎呀，谁挠的呀？挠这么深？这看着都疼。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？你打个仗，他下手都埋汰。还得是你能打呀，哥。可不咋的，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，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？哎，别给我吹了啊！顾老师，你今天是怎么发现我楼上露馅的呢？是这样的，吸毒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对于常年吸毒的人来说，不会这么痛快地拒绝递到眼前的毒品，尤其是像摇头丸这种刺激性强的东西。老师，受教了。是我受教了。外勤任务没我想的这么简单，以后我会努力的，不给大家拖后腿。你这说哪儿去了？没事儿，今儿要不是你这发现的快啊，我那楼上指不定干多半天呢。小北，你上哪儿没有了？老舅，你听说你受伤了，上哪儿了？这擦破点皮儿，没事儿。你咋来了呢？我咋不能来呀？你有任务，我也有新任务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专门负责你们专案组的后勤工作了。真假的？那当然了呀，这是哪部门新来的？这位是南方来的毒品专家。哟，南方来的，难怪这么秀气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坐下吧，都坐下，坐下。来啊，坐。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辛铁刚同志，咱们市局刑警大队的前队长，战功显赫，我北哥的师傅，我的师爷。行了，就别扯那没用的了，以后就统一啊，这都叫老舅，啊。行，小北，这又是你的吧？你瞅瞅，整的缠头裹脚的，下回有紧急任务解不开咋整？说你也不干。别操这心了啊！哎，老舅，您为啥来管后勤了呀？我这不是这个出任务受了点伤啊，二线了现在。本来能提前退休，我就不干，非要回来遭这罪，你说咋办？我在家待才遭罪呢，等到我这岁数，你才能知道这儿有多好。都没吃饭呢吗？
没呢。跟你们说一声啊，后边啊临时搭了个道，就专门喂养你们几个的。厨师长、厨师就我一个人，想吃啥可以点菜。我现在给你们弄点吃去。啊，好，辛苦了，老舅哎。呀，别来这套了。哎呀，那个黑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？啊，毒品按照来源分，目前可以分为2大类。啊！鸦片、大麻这种是天然种植后制作而成的，海洛因、冰毒、麻古这些都是植物提炼后以化学物质合成而得到的，而且未来势必会出现纯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。还得是术业有专攻啊！你们都听听，这讲的比我好多了。这是你们最近需要看的一些书。材料化学分析方法，试剂手册。哎呀，顾老师，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？这都化学公式。也谈不上上课吧，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了，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。哦，还有，不用叫我老师，喊我名字就好了。还是算了，这打小就处老师，哪敢叫你大名儿啊？还是叫顾老师吧。是啊，我们还得查案呢，哪有时间听你讲课啊？你要查毒品案，首先就要了解毒品，了解化学。哎，这顾老师上课上挺好，你们也多学一学，都有用。但是，这书整的也太厚了。你说我们这工作哪有功夫看这书啊？那可不，就好比今天的行动，靠的还得是这个。是啊，今天这事儿啊，就是赶着了。就算我们进去晚了，我哥一人也能行。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，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。咋的？显着你了啊？就你有文化呗？小瓜，干啥呢？给我坐着。那顾老师给你们上课啥态度啊？顾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们这刑警队都是年轻小伙子，那火力旺，所以你自己说话注意点措辞。忠言逆耳罢了。顾老师，我寻思着你只是个顾问，你咋这么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呢？你寻思错了，高局请我过来是正式加入专案组。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工作，一起出任务，交接的手续这几天就会下来，直到案件侦破，每一个毒贩都落网。好，有顾老师给咱加持，还有啥抓不了的毒啊？对不对？是。稳吗？老舅啊，来，准备了啊！哎呦我老舅，哎，接一下，马上开灶，不用烫，别闪，别闪。好嘞，马上就来哈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那啥，老舅，我帮帮你。哎，快点的吧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炒河粉吗？你不认识啊？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子。没见过。这我们东北特色，你们那儿有吗？我们那都是煲汤。煲汤？行，坐来。这个是菜啊，菜不是主食啊。那主食谁吃这玩意儿当主食啊？这是主食，大米饭。我觉得很香啊。那个不是随便吃一口吗？这就一个菜还不随便呢？咋的，文化人，惊着你了？我们平时就这饭量啊。
还有菜啊？关心一下你。齐了，谢谢。来一勺。小顾老师啊，你能吃辣的不？喜欢吃一点，但是每次吃完会有点不舒服。哦，那就是不能吃。行了，有数了。咱现在专业组有2个不能吃辣椒的了哈。还有谁啊？这个，哇，长得挺猛的，吃一口辣窜3天。你不能吃辣还吃蒜啊？不是，那和辣椒这蒜不是两回事吗？吃饭不吃蒜，香味儿少一半。就是，你别白活了，快整吧。咋样？吃得来不？别白活了，赶紧整吧。你们还吃吗？你吃你的。哎呦啊，挺能吃啊！来来来，都咬上来。这海量啊啊！因为有点螺丝儿。好，这都第3碗了，还能吃呢？你还让人家长见识，你长见识了吧？这现在坐办公室的都这么能吃吗？我就是坐办公室的，我才吃1碗。我就喜欢这样的。你看看人家，再看你们几个，这点饭量跟小猫似的，都不如我孙女吃的多。别扯，老舅，你那小孙女才1年级，你这1年级咋的？一晃就得上大学。我告诉你，哎，等到时候啊，案子一结了，那我就退休，带上孙女，我去海南我度假去。老舅，这话真别乱说，你说了容易出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滚犊子！你迷信。欠揍我一天。行了，这都吃完了哈。行了，你们忙正事去吧。老舅，我们帮您收一下吧。哎，不用了，真的干活去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来，正好我跟你们宣布一下啊，我们已经跟大案队交接完毕了，小白楼冰毒案正式移交给我们办理。国柱啊，你跟瑶瑶，你俩去玻璃厂附近走访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。是。你拿着资料，咱俩再上趟火车站去。行，哎，那我呢？你刚来，吃的又多，你在这儿消化消化。哎，我来晚了吗？没有，是我来的比较早，我就想收拾收拾。你跟哪儿整这么大一块黑板？跟高局申请的。正好你过来帮我把这块小黑板拿走，这块小的以后我们就留着上课用。行吧。哎呀，来推过来吧。好。
往里靠，往里靠点。啊，谢谢。哎，真够执着的你。哎，我爸刚炸的，尝尝，老香了。谢谢。来了，哎呦我，哎，这这个弄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呀！咋回事？谁弄的呀？这变化太大了，这个走，郭老师，那个郑北，你的位子在那里，你搁哪儿啊？我就在实验室里。哦，博柱啊，我看里面打饭的地方比较适合做研究，把你的东西也顺便挪进去了。啊？哎，你等会儿我，郭老师。这是你的显微镜，我放在这里了。哎呀，郭老师，你是工程的老大了吧？顺手而已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你说，大部分都是我的东西。这都是穿白大褂的，咋他站那儿就不像食堂打饭呢？那谁像啊？老舅啊，让老舅听了，铁定不给你饭吃。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线索啊，这个凶手是31号，从这个花州上的车，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呢，绕过了乘警的检查。2号到的咱们哈兰啊，坐上了这个被害人宋文、宋武的车，他是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，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呢，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，发生了冲突，导致被害人宋文被从楼上推下楼摔死，宋武被刀捅死啊。这么看呢，宋文、宋武这两兄弟很可能就是我们当地的毒品分销商，这毒贩子啊。这毒贩子跟你们那儿怎么叫？灯头。灯头，哎，俩灯头，知道吧？那就是说，宋文、宋武俩兄弟根本不是普通的玻璃厂保安，这工厂就是个掩护呗。他们敢在厂里进行交易，会不会其他员工也知情呢？咱们要的那个员工表呢？让我看看。哎，我这资料呢？这呢。行啊，整挺立正啊。留在局里没事做，顺便收拾了一下。这不对啊！这值班表上4月2号晚上值班的是宋武呀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不江小海报的案吗？对，案件记录里说，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。那是江海撒谎了，他那天根本不值班，他也不应该出现在玻璃厂啊。所以这宋文、宋武这哥俩是专门挑了宋武值班的那天晚上去玻璃厂进行交易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没人会知道，这应该是他们原本的计划。那这江小海啥情况？他问题很大呀。这又是啥？厂里保安的详细资料，包括他们进厂前的记录都有，我昨天下午调来的。有没有江小海的？等一下啊，这儿。这小子有案底，打架斗致人重伤，1990年儋州蹲了5年。北哥，怎么的？有发现啊？我觉得案发现场当时屋里还有第4个人。啥玩意儿？这半个鞋印的血是宋武的，鞋底纹路也符合工厂统一配血的特点。我根据这半个鞋印的弧度，补全了整个轮廓，按照比例推算，这个脚码不是42码，应该是40半或者41。你是说，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，还有第4个人？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虽然穿着厂里的配靴，但既不是宋文，也不是宋武。对，这不对啊！玻璃厂的员工我们都查了，每个人都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据，除了死者还有凶手之外，那天晚上没人再去过小白楼了。有一个。
我不是故意想隐瞒的。故不故意的，你已经隐瞒了。为什么撒谎？害怕，怕你们以为我杀人了。怕我们以为你杀人了？你没杀人，我们能冤枉你啊？你出现在命案现场，还跟我们撒谎，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。4月2号那天晚上，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？那天白天，我无意中听见宋文跟宋母说，有笔大买卖，能挣好几万。什么买卖？没说，就说让宋武晚上准备好开门。所以晚上你就偷偷溜进去了？没溜进去，我那天下了班就躲在厂里没走，想看看他们到底弄啥。江小海，我问你的话，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。宋文自己开着车，拉着岳东人去到你们厂，宋武给开的门，对吧？对。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他们到厂里的时候是几点？11点40。怎么记这么清楚啊？我特意看了一眼表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下了车就直接上小白楼了。他们3个人一起下了车，上了小白楼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就进505房间了。进房间之后干什么了？我当时躲在走廊里，听见里边吵起来了。过一会儿应该是打起来了。小海，当时屋里已经没动静了。然后我就听见宋文的声音。我没抓住他，我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了。
这些话你上次怎么不说？我说了，你们肯定以为我也杀人了。谁呀？看，这儿份材料，渴死我了，也没个水啥的。这是目击全程啊，怎么没报警呢？说是胆儿小，不想惹事儿。你瞅他那样，给我气的。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4楼，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。夫妻俩都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呀。说着这个我都想笑。这男的半夜起夜，看见宋文挂在窗户外面了，都要松手了。江小海冲过来，一把把他给薅着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更厉害了。这男的目睹了全过程，没有报警，把自己的媳妇儿拉过来，俩人一块看热闹。看来这回江小海确实没撒谎。先是拉宋文拉了一会儿，然后是停电，然后是坠楼。他们有没有目睹整个械斗过程？怎么证明江小海没有参与之前的打斗？痕迹资料都在我那儿，凶器没有被清理过，上面只是凶手宋文、宋武他们的指纹。之前在档案队让小孙跟了几天江小海，户籍记录也调过，确实没啥异常。那你说他这算啥？见义勇为失败？也算见义勇为了，也算知情不报了，把人放了吧。跟高局说一声，是该批评教育还是怎么着，跟咱没关系了。这不对呀，哥。我们之前到现场推断的是，凶手把宋文从楼上推下去，摔死，把宋武给捅死，然后爬消防梯跑了。现在看来，江小海去的时候，宋文还活着，这凶手留个活口就跑了。我刚才看了足迹分析，凶手的步伐很乱，脚印间距离不匀，说明他可能精疲力尽，或者已经受了伤。就算下楼看见宋文挂在那儿，应该也不会返回去。有道理。百姓那个啥样儿啊？都走了吧，咱俩呀？稳当的，干大事你着毛急呢？哎，给你看一眼好玩了。哟，哪整的呀这玩意儿啊？晚上分你点儿，行事儿啊！是这样吗？
过头，快走，快走，跟上，快走，走快点，站好了，张明。来，队长，这样吧，笔录我们做，你跟小光太累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行，那你们今天辛苦点啊。应该的。起来，别跟着睡了，回家睡去。喂，大营队正北。啊。啊。在哪儿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嗯。拿钥匙跟我走。咋的了？命案。郑队，郑队，这么快就到了？报案人呢？问话呢，是这儿值班的保安，吓坏了已经。啊。你当时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几点11点40。就这楼啊，停电了。对，下雪了嘛，再加上电路老化，这附近全都停电了。这栋楼是员工宿舍楼，报案人说是5楼505。那死者呢？在楼后呢，身中数刀，怪吓人的。死了可不止一个呀，别踩着血啊！嗯。你跟这屋看看。哥。应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，翻墙走的。咋的呀？啊，你第一次出命案现场是吧？吐吧，这早晚都得吐，习惯就好了。赶紧吐啊！吐完了叫他们喊人过来。别看了，别看了啊！谁不能进啊？行了，大家别挤在这儿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我回去吧，别看了。走，回去告诉老大。
小姐，小姐，我是阿然。小姐，陈小姐。 有谁？有谁？阿然。 爸，哎，小小去世，我知道，你比我更难过。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，我工作也忙，一直是你周阿姨帮着照顾你。你是把小小当亲姐姐的，我应该早一点发现。 这不怪你。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，就没回过家。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，他才染上了毒品。爸，我出去一趟。阿姨，阿然，阿姨，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？王家辉，是谁呀？快点！警察，跟动！干什么？别动！什么事？什么事？这搞错了，搞错了！哎，警官，哎，警官，我都说了，不是，哎呀，不是我呀，不是我呀，走了。哎，警官，搞错了！哎呀，进去！慢点，要断了！我，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，凶手应该是外地人，2号当天刚下火车。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？报告已经送来了。坠楼的叫宋文，楼上的叫宋武，亲哥俩，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。宋武多处刀伤，失血过多而亡。宋文身上也有刀伤，但死因还在分析，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。好了的那个呢？没找着，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3个人的指纹，满厂职工对着呢。啊，对。那你看眼这个。 就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，现场那个鞋印呢，除了凶手的，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，都是42的，跟那兄弟俩的脚都对得上，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，只能等了。那报案人来了吗？叫什么来着？叫江小海，来喝口水。谢谢。你别紧张，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。
喝水。我看你笔录里边说，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，是吧？对，生面孔，不是我们厂的。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？他们开车来的。他们？宋文开的车。海洋，给开个门。五哥，你咋这么晚过来啊？家里来个且，别管了。那人长什么样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太黑了，就能看出岁数不大，20出头。胖瘦呢？胖瘦应该跟我差不多。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儿的地方吗？他们没怎么说话，感觉都挺严肃的。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。啊，你看见他们下车了？嗯，看见了。你多高个儿啊？你说那个生人，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，大概1.6米几，1.7米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，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，抱得特别紧。什么样的包？得有这么大，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。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？当时都快睡着了，12点多，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。吵啥也听不清，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。我本来也没想管，太困了。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，楼后那边。我就爬起来穿衣服，跑过去看了一眼。你别紧张，这跟公安局呢，你怕啥呀？行，那差不多了啊，谢谢你配合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，随时联系我们。好，警官。放轻松点，别紧张啊。救命！救命！救我！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，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，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，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。
送去化验了。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，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，抱得特别紧。现场啊，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，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，里边80%是毒品。这就说得通了，现场的现金啊，肯定就是毒资呗，又是贩毒案呗。不是这2年是怎么了？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！阴性，阴性，我们就是在交易现场抓的人。当时那个黄家辉摆明就是吸了毒的状态，居然什么也查不出来。尿检只是针对海洛因吗？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？我们怀疑，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，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。合成的毒品，冰毒。没错，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，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，而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。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，这一来一回，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經跑路了。我們能怎麼辦呢？腰酸背痛啊喂！喂，老李，辛苦晒話啊！拜拜。哇，警察同志，你看我都說搞錯了嘛？誒，你唔係我樓底下個僆仔？哦，你舉報過我啊？做咩呢？走啊！熟人，沒事沒事。废。你講咩？说你废物啊！我查过你，黄家辉嘛，初中文凭，不学无术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也没工作，天天就会花女人钱，对吧？靚仔冇咁囂張喎，董雷比起嚟我順啲咩？我是念警校的，而你是混黑社会的，整天除了吸毒、打拳架，还会干嘛？你啊？我什么？我要是你爸妈，生出你这样的东西，后悔一辈子。喂，做咩啊？做咩？你拉住佢！喂，講咩？拉住佢！帶佢翻屋企！帶佢去！帶佢翻去！你講多次啊！收聲！等我出嚟啊！等我出嚟啊，靚仔！喂，搞咩啊你？我也要你。师兄，寻衅滋事，在公安局动手打人，几天？故意的。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？在这总跑不了吧？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。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，我具备专业的知识，能够从旁协助，提高效率。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，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机会？怎么样，顾教授？我之前也跟你们警方常常合作，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。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，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。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，是吧？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。啊，这几天麻烦您了，顾教授。没事没事。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，您早点休息啊。哦，喂，让我儿子再试试吧，他比我有毅力，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，让他再试试。
说他们会不会记错了？一火车那么多人，冰毒又是新型毒品，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。不太可能，那几个都老江湖了，这干多少年了？再说没见过冰毒，那个海洛因、摇头丸没少见，他拿那么大一包啊，不可能不查。那这啥情况呀？火车站里也有咱的人，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。我在这想，花州那人呢，可能不是自己来的，有同伙。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江小海，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、宋武之外，只有凶手一个生面孔了。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，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吗？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，你觉着他撒谎？这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。跟他的人怎么说？这两天小孙跟着呢，目前没啥异常。拿过，我给你揣着呗。拿来。哎，谁吸他？弟兄，给另外一个，我订给了。去给你们早饭，你们吃什么？不用了，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。干嘛？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。你给我看一眼。绝对不行，一定要交到你们正队手里。看看样的，唠啥呢？呀，队长回来了，这是我们队长。正队，我是检测中心的，高局让我送一份报告。高局人呢？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，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。行。这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。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，就是固体病毒。你成功了。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。这是完整的检测报告。另外，根据各种成分的含量，我大致列了一份配方给你们参考，而且纯度非常高。现在回局里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。高级去市里开会就为这事是吧？没错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不是哥，这又是氨又是盐的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么紧张一下？咋这毒有问题啊？冰毒。啥？这玩意儿跑咱哈兰来了？冰毒？我就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，这新型毒品吧，跟摇头丸似的。确实是新型合成毒品，但是它危害可比摇头丸要大多了。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，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啊？这也不知道了。小白楼那凶手逃跑的时候拿了这么大一个包，如果里面全是这玩意儿的话，那得多少公斤啊？毛了。北哥，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，这玩意儿咋造的呀？我是抓毒的，我也不是制毒的，我哪知道咋造的呀？就是，你问哪有用呢？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，说过这个鸦片、大麻，还有海洛因，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啊，也看天吃饭，像农民种地一样。像冰毒，还有摇头丸，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，随便找个实验室鼓捣鼓捣就做出来了，产量非常大，一本万利。我去，91年那阵儿南方就出现冰毒了，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。正常吗？啊？哪儿正常啊？没有毒品才叫正常。你才干几天警察有这个态度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远了我管不着，在哈兰。只要有贩毒的，必须给我一锅端了，明白吗？是。当天夜里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，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。根据黄某的口供，花云区警方顺藤摸瓜，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、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。近2年，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。
都过去了。过不去。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，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。儿子，你已经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。再高興，我幫唔到阿媽，但係我只可以幫唔到阿姐。说到底，我才是那个废物。报告看了吗？老许啊，我干刑警也这么些年了，你也都看见了。只要是我盯上的犯罪分子，哪个能让他全虚全影的跑了，是吧？甭管他贩啥毒，咱抓就完事儿了。别灰心嘛，您指哪儿，我打哪儿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小子这心态我是真佩服。哎，咋办呢？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，这次案件性质严重，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，委派你担任组长，专门负责侦破此案。不只是这起杀人案，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。总之一句话，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。那必须的。就是我们那个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，我就撤了，那帮孩子咋办？我看你像孩子，一个个的都30、40岁了，咋的？还离不开你了？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？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，有需要的话，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。高雪，刚才呀，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，咱们这局里啊，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，然后呢，大案队抓毒贩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。这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，得有点人才啊。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！想要谁？说。首先，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。这次小白楼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，太耽误事儿了。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，所以这个痕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。其次呢，得有个能扛事儿的。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，跟这帮毒贩打交道，他少不了硬碰硬。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，能打的，身手好的，对吧？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？那就是说，咱要来2个新同事，一个痕迹专家，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。差不多吧。那他们人呢？到会议室了。哇，这身板，这块头啊，太有样了，不愧是拳脚高手啊！看他的块儿，哎呀！给我住！刑事技术科丁国柱前来报道。我是郑北，啊，郑北队长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专案组啊！谢谢。你好，赵伟光。好，小光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技术科的啊？我看你这体格子，我还以为你打拳的呢。拳击、摔跤、散打都不会，就广播体操还行。这天赋浪费了，这。你懂啥呀？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啊，痕检专家，失敬啊！啊，
那咱那个拳脚高手呢？快到了，应该。你确定要他？对啊，这2年啊，江铁分局逮的人得有1半都是他摁的。那身手可以，身手是靠谱，但性格……那不用担心，毕竟我是他师哥，我能摁住。女警啊，这我真没想到，挺期待的。我劝你别期待。咋的？张雪瑶，没听说过呀？谁啊？我应该听说过吗？江铁分局那个疯狗瑶。疯狗瑶？师哥。哎呀，知道你厉害，有点正形。拉倒吧，那也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。哎，你们刚才聊啥呢？我也听听呗。没啥。可是我刚才可听见“疯狗”俩字了。啊，这夸你呢嘛！哎，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，我亲师妹，啊，全市的散打冠军张雪瑶。行了，这就够了。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，我再跟局里申请借调点警力就行了。哎，师哥，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？啥时候开始调查？还有一个呢，给你推荐个人，花州警校侦查系的顾老师，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。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，结果人家不太想来，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。那也挺好，那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干啥呀？是不是？倒也没那么老。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，局长。你说我们抓毒贩，你找一个老师，没必要啊。没必要。这2袋，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冰糖，哪个是冰毒吗？看不出来。我也看不出来。2袋都是冰糖。群众总以为他们当警察的就会动手抓人，有些小年轻也确实一脑子热血，做事容易冲动。但你不一样，郑北，你不是个莽夫。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。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，1年转正3司，5年上1司，到现在3督，这些年刀山火海的闯，立的功都数不过来了。你应该是咱哈兰最年轻的刑警队长，你比我更清楚，破案靠的是脑子，是知识。局长，我不是说这个毒品知识不重要，我们干刑警的危险系数太高。那说白了，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你找一个化学专家过来，也没抓过人，也没出过现场，你给他拎来抓毒贩，那不找麻烦吗？他没出过任务，你不是出过吗？遇到危险，你能在旁边干站着？我还给他当保镖啊？别给我扯没用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，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。过不了多久，咱们哈兰就要组建一支自己的禁毒支队，你在第一批人选里。这是郭老师这些年来协助粤东警方破获毒品案件的资料，拿去看看。得了，我也甭看了。局长也是铁了心了，那就你咋说我咋干呗。不是还说嘛，人不大乐意来，这事儿你还得使使劲儿。你去请，我去请。对，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，你尽快去一趟花州。我去，我抓紧买票，局里报销。我可真谢谢您了。不客气。
哎，兄弟啊，哎，教学楼是这儿吧？对，就是这里。哦，谢谢啊。请进。你好，我找一下你们侦查系的顾老师。我就是。你就是。顾老师啊？对，我就是。那不正好吗？大老远折腾老人家过来干嘛呀？倒也没那么老。你是这个化学专家顾老师？93年那起沿海冰毒大案能顺利侦破，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儿子，听陈老师说，你向学校提出了申请，要建立个实验室。对，专门研究新型毒品。爸，我想留校任教。你好，顾依然。你好，你好。